今天是战地记者议员的报道。目前我们看到熊卡比的城市被敌人给围攻了。据可靠消息，目前他是没有在线的状态，有没有可能在他不在线的情况下就被敌人给清零了呢？熊卡比目前的战力就只有300万左右，但是围攻他的玩家大多数都已经是300万左右了。这里目前看下来大概有3到4位玩家左右。本台记者议员已经私底下去联络熊卡比，叫他马上上线拯救自己的城市了。目前看下来敌人好像逐渐的撤退了，看来他们是没有办法在围攻的情况下打下熊卡比的城市，不排除对方正在集结。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万国成人纸尿片，买的安心，用的安心。帝王级纸尿裤，征服世界的干爽体验，王者的不二选择，细腻非凡。请拨打电话号码或者是网上订购，你值得拥有。在我们过了一段时间回来看的时候，熊卡比居然上线了。现在看到的情况就是他直接用2个部队去攻打别人的城市，但是刚刚人家打他的部队的时候是有好几个人，但是他只是光靠他自己2个部队就已经把一个200多万的城市给打下来了。而且在打完1个回合的时候，熊卡比几乎是没有掉血的。反而这边我们看到有一个阴险小人想要趁着熊卡比不在城市的情况下去攻打的城市，打到了。现在我们看到是布迪卡在做住房，可是他打了一下之后又撤退了，到底发生什么事情？难道他这么怂吗？没有办法用1个部队去打掉熊卡比的城市，所以他在等其他人来帮他打。但是熊卡比这边是完全不慌不忙，还在打着对方的城市，完全不在乎自己的城市是否被攻击了，是否自己的城市正在着火的状态。他已经把对方的车万战力给打掉了，但是又有一个想要偷袭他的部队，在熊卡比正在打城市的情况下去攻打熊卡比的部队，这个人太过阴险了。但是熊卡比还是完全不在乎他，继续在打着城市。但是对方完全不讲武德，看到熊卡比还在打着城市的情况下，选择去打熊卡比正在攻击城市的部队。熊卡比在别无选择的情况下选择了撤退，他会直接回去城市里面躲着呢，还是出面迎战敌人呢？我们接着看，熊卡比他又把自己的顺武给派出来了，看来熊卡比是想要迎战的，他并没有撤退，并没有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熊卡比一开始的打算说用顺武打下面的2只元逆精，另外一只元逆精去追击敌方的元逆精，但是对方已经跑掉了，所以他的元逆精只能撤回。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在1比2的情况下，顺武竟然可以打赢元逆精，但熊卡比的另外一个元逆精过来之后，直接造成了碾压的局势，对方是完全没有办法可以碾压过熊卡比的。但是对方又派出了更加多的部队想要去打熊卡比，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熊卡比的队友过来帮忙熊卡比了，他派出了1只元逆精，看有没有办法去拯救到他的队友。但是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实力的差距了，当鬼一过来之后，对方的血量直接往下掉，而且是掉得非常快的那一种。怪不得他的城市这么快就给熊卡比给打没了。但这边看到他的部队已经是撤回去了，但是鬼的部队依旧还是满血状态。他现在帮熊卡比打掉那只比较难缠的元逆精，熊卡比也是趁着这个时间把自己的顺武召唤回去换血。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两边是合作一起打掉这只元逆精的。这样看来这个敌人也不好对付，看来他的科技或者是他的元逆精是已经觉醒的状态，所以就没有这么容易被打掉，但是他的血量也是岌岌可危了。可是现在又有新的敌人来了，而且是牵扯在熊卡比的附近。这个玩家总共有320万战力，有没有可能这个玩家就会把熊卡比给打击退了呢？这个玩家一抵达目的地之后，就马上派出了一个元逆精搭配曹操的组合，想要试图把卡比的部队给打掉。但是这个玩家也太弱了吧，他一来了之后，他的部队就马上黄血，跟熊卡比完全不是一个等级，轻轻松松就把对方给打掉了。后面又来了一个部队想要试图去攻击熊卡比，但是感觉这位玩家在见机行事，看到自己2个队友都打不过之后，他选择了逃跑。没错，他选择逃跑，像一个狗一样跑掉了。结果现在又躲在农田里面，完全不敢出来。熊卡比这个也太屌了吧，2个玩家直接牵扯在他面前，但是完全没有办法把熊卡比的部队给打退。
但是很遗憾的，熊卡比的队友只能撤退了，他的部队已经死亡。那这边可以看到，玩家又感到很生气了，想要跟熊卡比再次单挑，看有没有办法打赢对方呢？在休息过后，我们又回来看熊卡比表演了。这里可以看到，熊卡比也是出来迎战的，但是对方只是碰到了一下，他就跑掉了。这个玩家看来是不会玩的，在你跑的情况下，你是没有办法斩怒气的，没有办法斩怒气，你要怎么样打赢熊卡比呢？这边熊卡比在2对2的情况下，他已经是把对方的元力金曹操已经打到黄血了，甚至快要死了，但是熊卡比的血量是纹丝不动的。在2打2的情况下，熊卡比的血量居然是纹丝不动的，这个太夸张了。现在变成4打2的局势。现在我们就看熊卡比这2个部队究竟可以打败多少的部队。后面又来多一个部队，上面又来多一个部队，总共加起来已经是有6个部队了。熊卡比有没有可能在这2个部队可以直接铲除所有6个部队呢？刚刚被打到残血的部队居然回去换血了。这里又来多一个曹操，上面那个部队突然站着不动了，他到底在想什么东西呢？是想着说有没有办法把熊卡比给打掉呢，还是说他在等待一个时机呢？目前看到熊卡比的元力金血量似乎是不太健康了，但是他的孙武依旧还是白血的状态，有很大可能他的元力金会提早撤退。但是他的孙武又可以打败多少的部队呢？可以看到下面跟上面又各自来了一个部队，总共加起来快要7个部队了。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熊卡比的元力金已经离场了，现在还剩下孙武一个人还在苦力挣扎。这边越来越多部队在攻打着他的孙武了，但是熊卡比并没有撤退，他的元力金回去城市之后，他又重新派出自己的元力金来对抗。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画面的右侧越来越多玩家想要试图去攻击熊卡比了。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我不禁感叹熊卡比到底是练了什么绝世武功，完全不撤退，完全不在乎敌人到底有多少的部队，他只是一味的派自己的部队去攻击对方而已。现在画面上越来越多人了，可以说现在熊卡比的处境跟叶问差不多，处于1打10的状态了。究竟熊卡比有没有办法抵御这么多的敌人呢？画面上全部都是元力金，全部都是孙武。这里我们终于看到熊卡比开始要往回撤退了，他已经把他的孙武要拉回去城市了。那熊卡比是不是要选择撤退不打了呢？还是说他想要回去整顿自己的部队而已？但是他的元力金还在外面苦力的挣扎，但是他的元力金并没有回城市，他这里又重新派出了他的孙武，重新加入了战场。这里我们就要问一下万国觉醒有经验的玩家，究竟熊卡比这个操作是什么操作呢？这里我们联系上了专家，喂，专家，你听到我说话吗？喂，打掉了吗？开始了。OK， 这个熊卡比的操作呢，以我的经验来看，他应该是想要把对方拉靠近自己的城市。如果他要换部队啊，要进行反击呢，也比较方便一点啦。毕竟那个战线没有这么远了嘛，而且拉靠近他的城市，万一对方不小心碰到他的城市的话，也可以造成对方的阵亡。我个人初次判断是这样子啊。这边画面上又可以看到他的队友来帮忙了。估计他的队友的城市应该还是蛮远的，所以来帮助这个熊卡比呢是有点困难的。但是以目前熊卡比的情况来看，他的科技应该算是不错的，所以才可以看到熊卡比可以1打多的情况。那么专家，你觉得说为什么这些玩家要针对熊卡比来打呢？为什么他们不去打其他的玩家？他们究竟是有什么目的呢？叫我我觉得可能是熊卡比长得太帅了吧。没有啦，开玩笑而已啦。可能他们是嫉妒熊卡比他的战力比较高啊，或者是熊卡比在之前有跟他们打架过啊，或者是有说了一些让他们不开心的话之类的。玩家都是这样子啦，打打闹闹很正常的啦。不然就是他们觉得说熊卡比不是这么一回事啊，觉得说熊卡比他只是战力比较高啊，想要测试一下他的实力如何，所以就去打熊卡比。但是以目前的状况来看呢，反而情况是相反的，他们反而打不过熊卡比，而且是多人打的情况下都打得比较困难一点。OK， 这里感谢专家的分析。接下来我们回来专心的看一下这场对决到底打得怎么样。
这里感觉越来越多玩家跑来打熊卡比的部队了，他们刚刚打不下城市，没有想到连部队都打不下。这边感觉对方好像咽不下这口气，觉得说人多打人少，为什么打不下呢？但这边实际证明了熊卡比他的部队依旧还是白血的情况下，但是大多数敌人都已经选择撤退了，还是说他们要叫整个联盟的人过来帮忙他们打，才有机会打赢熊卡比呢？这里为了不耽误大家的时间，我们把画面快进一下。这里已经看到有一个玩家选择虔诚撤退了，但是熊卡比依旧还是坚持着跟对方对抗，依旧还是1打10的状况。打到最后甚至是已经清场了，这里完全看不到有敌人的踪迹，熊卡比也终于可以回去城市休息一下了。但是可以看到画面上右上角上面呢，又有另外一位玩家，他又重新派出了自己的部队。看来这是一场单挑的对决，因为这位玩家也是300多万战力左右。那我们看一下2个大佬的对决，究竟谁会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熊卡比先手，所以照理来说他的怒气会稍微快一点点。但是这边的情况看下来，对方似乎只是带一个部队而已。如果一个部队被围攻的情况下，反而是对方的技能会放得比较快一点。但是1打2的情况下，怎么可能打赢熊卡比呢？但是可以看到这个玩家在1打2的情况下，他的血量其实并没有掉得特别快，所以这位挑战者他的实力应该不会太弱才对。但是最后他还是选择了撤退，1打2确实不是一个明举，所以这个回合是熊卡比获胜了。这里下面有一个玩家离开了，熊卡比也是终于可以回去城市里面休息一下。那么根据本台最后拍摄到的画面呢，在这一次对战了之后，对方就没有再出来了，熊卡比也是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派部队出来。但是在经过了这一战之后，熊卡比目前的击杀是在4亿6亿王国里面最高的，可以看到他这边总共是击杀了1888万，很好意头的一个数字。以上就是今天的战地实况，至于各位看了之后有什么感想，可以在评论区给我知道。以上就是本期内容，我们下个影片再见。